来西亚也是一个大事情，是冲着台湾去的，出乎我意料之外的。西盟还解决不了的问题，我一定要跟台湾学。田董事长亏空了公司所有的这个钱几个亿啊！我觉得那个路很长。哎呀，好吧，祝福大马，祝我是光头哥。1月13日，台湾地区领导人的选举已经结束了，民进党胜出，借这个机会来谈一谈我们眼中的台湾和大马，我们眼中的台湾人和大马人。你对台湾大选有什么感受吗？我对政治没有什么很大的兴趣，但是这2天确实花了很多的时间去看各位候选人还有他们的副手的这些电视辩论采访，非常喜欢台湾人的这些文绉绉的遣词造句，还有就是这一次学习的过程当中，也是让我感受到了这些人的极致应答不得不说确实是非常有魅力的3位候选人还有他们的这些副手啊。对啊，我觉得无论如何啊，这个结果出来对台湾是一个大事情啊，对台湾和大陆两地是个大事情，对马来西亚也是一个大事情。大马本身和台湾以及大陆地区的经贸往来也是很多的。我很快就去搜索了台湾和马来西亚的比较。马来西亚安华上台了1年之后，又制定了一个叫 Madani Economy， 也就是他的经济学啊，或者也可以称之为安华经济学，列了一些目标，还挺有意思的。你知道人均 GDP 大概是个什么比较吗？我估计大概马来西亚是台湾的60%吧。其实马来西亚呢要比台湾要多一些人，台湾只有马来西亚75%的人，但是呢台湾的经济要比马来西亚多出64%，这一来一去就要差上1倍以上啊！台湾人均要25K 美金，也就是25000美金，而大马呢是11K 11000美金，跟中国是差不多的。对，11,000。有意思的是呢，安华政府啊，他们制定的所谓 Madani Economy 的7个目标啊，我的感觉都是冲着台湾去的。有竞争力的经济体啊，从现在的27名提升到未来的12名，台湾现在就是12名。要把人类发展指数，我们都很清楚这个吧？包含了 GDP、人均预期寿命和教育这3样东西，从现在的62名提升到25名，台湾就是25名。巧不巧啊？要把腐败从全球的47名，要能够清廉指数提升到25名，和台湾又是一模一样的现在的比例。所以我觉得它完全这些指标好像都是冲着台湾去的，或者大家可以想象，安华要在10年以后，它的 Madani Economy 建成的那个样子，就是现在可以看到台湾的样子。他们这两个地方，它的这个你看政治选举还有这个民主制度也有一定的类似性啊。对啊，在大马大家也不停的在喊要第3势力出现，要解决一些西盟还解决不了的问题这还是有点出乎我意料之外的，因为对我如果5年之前你问我马来西亚和这个台湾经济哪个谁好，我可能会毫不犹豫的说是马来西亚。我觉得可能是我的偏见吧，因为我跟马来西亚同事们打电话然后交往的时候，大家都是说英语嘛，那我就有一种先入为主印象，我总是觉得讲英语的国家应该是很牛的吧。还是先顺着语言这个问题上来说，我特别喜欢看台湾的一些法律文书，就是你很难想象在这种非常正统的这种文件当中，它竟然用的是古文，而且在法院的这个判决书里面，经常还会去引用一些古书里面的这些案例，就是我们古汉文言文，知乎者也，文言文，对，哇，对，跟他们在工作场合有一些接触工作场合接触就是讲话是特别彬彬有礼的。就我以前好像只有跟北京的同事他们会说您这个样子，但是在台湾几乎都是大家用您这个是尊称。那么就是在邮件的行文上面就是普通人他们也是我觉得说感恩的会多过说谢谢。这个大马也有这个现象是但是大马用你比较多。还有就是你发现吗，我去台湾旅游，我们说谢谢你的时候，对方的回复一般是不会。我第一份工作在半导体公司，其实我们的老板都是从台湾过来的来着。我的工作技能基本上都是和台湾人学的，尤其是工程的，像他教了你通过 Excel 去比较数据，甚至于教我们怎么把一个工程问题进行分析，做成 PPT 清楚的展现出来。教我们怎么写文档，还有我刚开始参加工作的时候是参与了半导体工厂的建厂，哇，就看他们建立了一个极大的项目管理也是跟他们学的，
我记得我离开第一份工作的时候，去和大家道别，哎，没想到我们的科长啊，就是我老板的老板，没想到他很支持我，哎，他说，我自己也是这样啊，每3年要检讨一下自己的工作，哇，这个对我甚至于深有启发。我后来做了猎头，做 HR， 给别人去沟通，我都会谈到这个概念。台湾老板和我们很亲近的，他会告诉我说，他们小时候从来就没有教他们一毕业就买房，他们现在教自己小孩就一毕业就得买房，然后怎么理财，怎么注意复利，还推荐一些书给我。这些理念我基本上都是和台湾人学到的。近3-4年的时间，我因为在工作上面去参与去做了一个台湾的一个收购案，我们收购的目标企业真是太惨了，前董事长亏空了公司所有的这个钱几个亿，然后就逃跑，然后现任的这个公司的这个厂长，然后我们叫他潘博士，这个潘博士很有意思，就是他竟然自己掏出自己的钱借给工厂里面大概有800多万台币。我们做尽职调查的时候，我就愣了，我说你难道是公司股东吗？他说不是啊。我说为什么要把自己钱借给工厂？他说那我有感情啊，这么多年下去，我不想让他倒闭掉，这么多同仁怎么办？其实对生活的观察啊，源于我们最早2015年11月、10月，我们去了一次台湾，我就发现我们这里说到大马台湾的人的很多品格、素质、素养，我觉得和大马的华人蛮像的。你有这个感受吗？就是亲切感嘛，甚至我儿子首先就说，怎么这边跟台湾的人说话一模一样？有一些口音相像是吧？然后接下来就是那种好客淳朴，路上没来由的就来帮你啊，这样对啊，还有这种自来熟，然后就好像觉得你是远道而来的，总是他想要能够做一些事情，能够让你的这个旅程更加 smooth 一点，但又不是那种不妥当的过分的热情。对吧？他们也不着急，你不发现吗？大马人讲天生天养，我们在台湾印象最深的，也影响了我们的生活习惯，就我们坐出租车，在上海被培养惯了，一停下来赶快找钱拿给他，然后那个司机就停在跟我安慰我们说慢慢来，不着急。现在咱们俩也学会这6个字了，慢慢来，不着急，对自己对别人好。所以我们怎么把台湾、马来西亚他们的经济还有人结合起来呢？其实我发现这2个地方的人生活都很幸福，都很开心。对，我觉得他们可能就是经济的这个发展是循序渐进式的，然后也不是那种枯竭式，就是颠覆式的发展，所以它慢慢的发展之后，它的人文化当中的一些传统还是很好的，就是一代一代的延续了。然后没有是像我们可能比较注重结果导向 GDP driven， 对吗？其实台湾也给到我们一些启示吧，妇女的这个工作的参与度就很高。我发现亚洲最确切、最早提出校园霸凌这个概念的就是台湾，法治意识是非常强的。然后其实刚刚我们还说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我觉得马来西亚跟台湾的人，他们还有一种定力，就是说他们已经明白了很多国家的高 GDP 增长之下之后，对于环保、对于人文、对于文化的影响，所以他们已经有了个叫慢慢来、不着急的这样一个心态。那这样一个心态就使得他们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会更顾及一些 sustainability 方面的这个考量。这些软素质其实不会写在经济指标里。我有一个幸福指数我猜那个数据应该是差不多的。但是论经济的未来除了要降低腐败、提高经济的参与度、增加经济的复杂性你看大马和台湾都是有电子的出口，都有一些石油石化制品，但是呢，我觉得有一点要跟台湾学，就它很注重科技，它的支柱产业半导体、电子，虽然大马也一直在说，但是要培养成熟技能的工人，要能够提升教育，留住精英和顶层人才。其实我个人感觉大马还是有一段路要走的，这个不容易，真的要跟台湾学习。那我还是想说大马这个有一些路要走。我告诉你3位候选人，我看他们的施政纲领都有把 AI 进一步去发扬，甚至于要引入到教育体系之中让他的下一代掌握未来世代的发展科技。但是大马你看从老马的时候就做多媒体走廊，到现在安华政府也一直说强调高科技，做了些什么呢？我觉得那个路很长，
这个是大马要努力的方向。就我们平时身边接触的一些大马华人到那边去读书，先要读1年，然后再参加那边的高考嘛。他们考出来的成绩是远远的超过当地的台湾人，所以说大马的这个教育的这个 infrastructure 是非常好的。对，但是顾打这个存在又让好的顶尖人才送到了台湾。对，因为他们很灰心嘛，他们那边台湾读完的这个学历，在这边都不认嘞。哎呀，好吧，祝福大马，祝福台湾人民，也祝多地平安幸福，大家经济繁荣，人民生活安康。光头哥，拜拜，拜拜。对了，大马生活家就是我小光头和家人生活在大马的实录。我们希望带给你生活在异乡的勇气。我的频道风格有点多样，思考相对深入，表现稍显生动，制作就算经典。希望你喜欢，帮我一起按赞、分享、订阅，我们一起打败一个不算。谢谢。